喲 Welcome！ 看到標題，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Jackson Star 發瘋。我其實超不想要聊 Jackson 的，何況 Jackson Star。聊 Jackson， 我們就要知道他的背景。很多人應該都知道他的本體叫做 Sharville。那你有沒有想過 Sharville 是誰？你有沒有想過 Jackson 又是誰？好，我們講到 Sharville， 一定會閃過一個男人。這個人他貫穿了現在30歲、40歲、50歲吉他手的童年。沒辦法，他的彈奏太有，他也是所謂的80年代吉他手裡面你很難被忽視的一個人。Eddie Van Halen。我這邊會提到 Eddie Van Halen， 相信很多人不意外，因為就像很多人講的，就是 Van Halen 手上的那一支 Frankenstein 是 Sharville 做的。那我在這邊要跟你們講，在 Frankenstein 的那個期間 ，Sharville 是沒有制琴能力的，有沒有很震驚？好，那我們就要開始講故事了。大約在1974年的時候 ，Warren Sharville 他開了一個吉他工作室。他這個吉他工作室的特色跟我有點像，就是我可以幫你改你的琴、你的拾音器、你的電路、你的一些調整細節、你的 fret、你的一些烤漆的刻製，我們都可以幫你做。但你一旦跟我講到木工，不好意思，我沒辦法。那就像我遇到木作的訂單，都是找 Fogolo 吉他阿元合作。那同理的 ，Warren Sharville 他也有很多木工方面的好夥伴，其中最有名的我們提過的就是 David Schechter， 還跟 Larry DiMarzio 是好朋友。那接着就是我們要提到的，他的兒時玩伴跟另外一個朋友創辦的一個品牌叫做 Boogie Buddy。好，那講到 Boogie Buddy， 那講到 Boogie Buddy 呢，你可能會很陌生，也可能會馬上想到我想要講的東西了。他的兩個創辦人的名字，一個叫做 Leon Ellsworth， 一個叫做 Jim Wormuth，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小烏龜。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時期的 Sharville 就是想象成他跟我一樣，你去 Wormuth 買2塊木頭，我能幫你拼出一把琴。好，那到這邊呢，我要聊的是 Van Halen 的那塊 body。這個其實是後來國外一些 Eddie Van Halen 的狂熱分子算是把所有歷史線拼湊起來，然後得到的一個結論。那我覺得是蠻有理有據的。那大家就是姑且聽之，姑且望之。我是相信這一塊的。事實上那一塊 body 會扯到這邊的歷史來，就是Sharville 大約在1975、76年的時候，他想要擴展，但是他沒有資金，於是他跟一個叫 IFA 的投資公司簽訂了一份投資的合約。那簡單的說，這份合約就是要求 Sharville在3年內將公司轉換成一個吉他製造商，而不是一個吉他維修工作室。那也是在這一年，就是1976年的時候 ，David Schechter 聽說，Sharville 要跟 IFA 合作，然後義不容辭的提供了100塊琴身給 Sharville， 讓 Sharville 當作是他們自己生產的資產。那也是這100塊 body， 後來就有人去拼湊了整個時間軸，認定 Frankenstein 的 body 是來自這100塊之中的其中一塊。那再加上 Boogie Buddy 的琴身會略有點不同，那 Sharville 的規格是100%照抄 Fender 的，那也跟 Frankenstein 的形象比較接近，所以這個答案是目前我所信的，而並不是 Warren Sharville 事後回憶的說他就是隨手拿了一塊 Boogie Buddy 的琴身，然後 Eddie 拿去噴變成的。我比較相信非當事人回憶的那個版本。到後面 Sharville 沒有辦法實現獨立制作吉他，對，他被 IFA
告了。那也是在這一年呢 ，Chevelle 的工作室來了一個客人，他是一位年輕人，他在 NVOCASE 工作，就是一個專門做 fly case 的公司。然後他曾經學過製琴，也蠻懂吉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東西。重點是他頗有商業才能的，所以 Chevelle 就找他來，然後一起合作。結果沒想到在後面的大半年裡面，甚至讓整個公司扭虧為盈了。然後 Chevelle 就送了他10%的公司股份，但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這個合夥人雖然一起工作了，但是在公司的遠景以及生產上面的問題還是有很嚴重的衝突。那再加上 Chevelle 被告的狀況，讓他真的覺得他沒辦法再繼續承擔這個公司的責任了。於是他就把這個公司賣給了這個年輕人，當時出售的價格為4萬美金，而這4萬美金中有3.35萬是負債。好，那也不得不說啦，就是這個年輕人是真的很有一套，他背了這麼大量的債務，然後跑去跟父母借了7500美金，結果還被他老爸撂下狠話。但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年輕人儘管什麼都還沒有準備好，還是走在路上被機運這個過客撞個正着。那這個機運呢，就是1978年2月 Van Halen 樂團推出了首張同名專輯 Van Halen。那透過當時的影視以及現場演唱會，很多吉他手都對於 Eddie Van Halen 手上的那2把琴實在是目不轉睛。但這個時候 Wayne Chevelle 已經沒有心思在品牌的經營上了，而選擇將公司賣給了這個年輕人。那這個真的是一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造成的結果。這個年輕人就是 Grover Jackson。我們的 Grover Jackson 登場了。其實他在接手這個公司以前，他就注意到了這個公司的擴展，它並不光是硬體，它還需要人。所以當他一接手時，他就啟用了一大批很厲害的制琴師，或者說在當時名不見經傳，但是 Grover Jackson 獨具慧眼的啟用了他們。這裡面的名單我就不列舉了，但我可以講的是，裡面有現在的 Fender Custom Shop 的 Master Builder 啊，也有很多獨立品牌的制琴師，是一個用現在的角度來看，哇，你在組明星隊啊，你的那種程度。好啦，期待我的文章吧。如果有時間寫的話，我比較好把名單放上來。那在這個期間呢 ，Chevelle 其實還是沒有獨立制琴的能力。他們雖然有在研究，就是制造琴頸、制造拾音器等等的方法，但他們的關鍵 neck 還是由 Boogie Buddy 去提供的。那這件事情要一直到這個團隊組成的近1年之後，1979年的下半，他們才能完全的自己獨立制作吉他。那當然了，我們這邊講的都是 Chevelle 這個品牌，還沒有接到 Jackson。唉，真的要接到 Jackson 的話，要到那個男人出現 ，Randy Rhoads。1980年的冬天 ，Randy 趁着巡迴的空檔跑去了 Chevelle Guitar。然後去詢問他想要做一把前所未有的吉他，然後看看Chevelle 這邊能不能提供更不一樣的想法。於是 Grover Jackson 跟 VH2 的制作人 Sandoval 一起去接待了 Randy， 然後他們就提出了一個歪了一邊的 V 型，理由是因為 Randy 覺得 Gibson 的那種 V 實在是太 K 了，他想要改一下。然後這個時候 Sandoval 提出了一個想法，是他們也可以把後面順便做成了 through neck 的形狀，那就有了最早版本的 Randy Rhoads V， 叫做 Conco。那也是我最喜歡的一把 RR。那個真的長得很怪，看過一次本人真的是好喜歡，但真的太貴了。那接着又透過 Conco 慢慢的改版成你現在看到的這樣子，眼前這麼一只 RR。那其實呢 RR 這個造型對於 Jackson 這個品牌來說意義非常重大。我相信你們也聽過這個故事啦，就是當時 Grover Jackson 覺得 RR 這個造型實在是太怪了，他怕在影視媒體中露出的話會嚇到一些顧客，那他就決定了
我們投放不要放 Chaville， 我們放 Jackson。於是這就有了歷史上的第一支 Jackson Guitar。那誰都沒有想到 Jackson 的 RR 在面世之後呢，很多人都會驚嘆，哇，原來吉他可以做成這個樣子。那因為 RR 的設計關係，除了特殊造型之外 ，Through Neck 也變成了 Jackson 這個品牌的標配。那與此同時呢，基於傳統的 Chaville 就顯得沒有這麼不一樣了。所以很快的 Jackson 這個品牌就蓋過了 Chaville 的風頭。好，那其實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Randy Rhoads 跟 Van Halen 是不是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的琴其實都有蠻誇張的塗裝，就是Van Halen 是條紋嘛，然後 Randy Rhoads 是那個點點，所以其實客製化圖案也很快的成為了 Jackson and Chaville 的標配，然後他們也找了當時很厲害的藝術家們來設計一些常態性的圖案，這個也變成了後來 Jackson 這個品牌給很多消費者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後接下來到了1984年，這一年他們已經活得比 Schecter 的原班人馬還久了。然後再對比起 Kramer 那個時候就是瘋狂的在擴張代言人，不斷的斥資行銷。那 Grover Jackson 並沒有走到這個模式。所以理論上，他們沒有像 Schecter 一樣倒了，也沒有像 Kramer 在埋下未來的爆彈吧？應該吧？那事實上不是這樣子。這個部分在後來 Grover Jackson 的回憶裡面，他有提到，就是他當時其實根本沒有注意到錢的問題，他腦袋只有想着我要開發新產品，要不斷的發明一些新的東西，然後如果可以做得更好，他們就會不斷的投資這個東西下去。所以他們以為他們是一個高利潤的公司，結果他們的利潤在這些消耗中無形的揮霍掉了。那所以到了1984年，當 Jackson 發現了公司的財務有點問題的時候，他找上了 IMC 這個德州的投資公司合作，要引入他們的資金以及他們的全球分銷模式啊。對，聽到德州有沒有想到 Schecter 那一批人？但目前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們是同一批人啦。但 IMC 的做法跟他們有點像，但又不大一樣。在 IMC 的架構下面呢， Grover Jackson 能專心的做設計跟制琴，那 IMC 呢就負責行銷以及尋找全球代工鏈。但也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是技術方，一個是資本方，一個是製造方，一個是負責幫你行銷的品牌方。那這個我知道聽起來會有點混亂，也是因為這樣，後面就埋了一個很大的地雷。那與 Schecter 的那一批德州人一樣， IMC 在1985年的時候把目光望向了日本，但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製造商與委外手段不一樣。應該說 IMC 馬上跟日本的 Kyowa 秀凱合作，然後再由 Kyowa 去委托 Choshigaki 代工。我們這邊 Choshigaki 我們直接用它的漢字名稱中信樂器。然後在1986年的時候，為了要再進一步降低成本，他選擇把加州的工廠移到了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這個真的是很瘋狂啦，但就是為了賺錢嘛。然後在 IMC 談好日本代工之後，他選擇將 Chaville 全部交由日本代工。也就是說，在這個點之後， IMC 時期的 Chaville 就沒有 Made in USA 的版本了，取而代之的是台灣老師們很耳熟能詳的卡妹1號、卡妹2號、卡妹3號到卡妹6號。對，就是這個時間開始的，然後一直到 IMC 徹底的結束跟 Jackson 的關係為止。但是到了1991年啦，就是 IMC 還是有制作了一批日本制的 Jackson， 但是這邊我們先按下不表，我們後面再提。然後到了1989年呢，這個時候的 Jackson 莫名其妙的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拾音器制造商了。我知道台北的昆蟲店還有那個帶盒子的啦，就是如果老一輩的都會跟你講啊，以前的 Jackson 拾音器是有單賣的，然後聽起來很棒、很乾、很爽，就是那個時候的東西。對，
他們那個時候有點不小心歪了路或幹嘛的，就變成這個樣子了。但是你也知道的，這個意味着就是美國制的產線已經小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了，所以等於他們制作拾音器是給日本這邊，你們裝上我們的拾音器，超棒。那也就慢慢的 IMC 開始將美國制的這個產線開始不斷的縮減。那這個縮減呢，其實是 IMC 有意為之的，它將大部分的產線移動到了日本，然後再從日本那邊再拖出更低階的產線給了旁邊的韓國去代工。所以其實在90年代時期呢， Jackson 應該是世界上賣的最好的吉他品牌之一了吧，而且絕對是當年的 Metal 吉他龍頭。对，这個故事聽起來很黑暗，對吧？不過 IMC 雖然很商業化，但我們的中性樂器其實也蠻給力的。它並沒有讓品質像 Schecter 故事版本那樣子沉淪下去，它反而讓 Made in Japan 成為那個時代的另外一個標誌。這個我相信老一輩的老師跟玩家應該都會蠻有體會的。那到了1994年 Kiowa 秀凱的合約到期之後， IMC 決定對接中性樂器，然後那個時候遇到了 Kurosawa Gaki 握有 Jackson 這個品牌的商標權，於是他們就把在日本的商標改為了 Grover Jackson。那在這部分呢，我們後面會再細說。這邊簡單的先講一下 Grover Jackson 跟我們今天的主角一樣，都充滿了傳說。那也是我們這次影片的重點。那總之，也就是在這個1995、96、97、98這個期間 ，IMC 拼命的在消費 Jackson 跟 Charvel 這個品牌，甚至搞出了什麼 Charvette 這個牌子跟什麼 Performer 超厲害的，然後找了韓國、印尼等等的代工廠去代工。稍微可能到我這一輩的人，對 Jackson 的印象不好，多少也是來自這個時期的。那到了1998年的時候 ，IMC 終於不想玩了，他們就把品牌賣給了 Akai 這個公司，就是日本的赤井電器。這個牌子其實也沒有什麼建樹啦，就是一直維持着 IMC 本來的布局，要一直到2002年 Fender 把這兩個品牌接回來，才算是一個結局。那你知道我為什麼說是接回來嗎？因為在當時的收購新聞稿裡面，或者是你用歷史的角度去看 Fender 這個時期的很多資深員工，甚至是現在的 Master Builder，真的都是從這邊來的居多。所以我覺得合理，就是 Fender 會接手這兩個品牌，算是情理之中。那理論上 Fender 接手之後，應該就沒有 Akai 或者中性樂器的什麼事情了吧？那事實上不是 ，Fender 在2002年接手之後，中性樂器並沒有停止制作日本制的 Jackson， 甚至在 Fender 接手的前夕不能講前夕，2000年那個時候，他們推出了一個新的品牌，叫做 Jackson Star。对，我要再次強調 Jackson Star 跟 Grover Jackson 不是等級差異，是時代差異啊。對，好，那我們這邊回答前面兩個按下不表的問題。一個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10歲的時候是跟着一批現在大概60、70歲的老樂師一起長大的，也就是說他們在80年代算是比較活躍的那一批，他們都會有一個狀況是認為 Charvel 是 Jackson 的低階品牌。那這個觀念的起源是來自這一批人，同時也是來自這個時期。那你就想嘛，90年代那個時候台灣經濟起飛，那個時候樂師們的工作都蠻不錯的。然後呢，大家買琴就是要買美國制的 Fender， 誰跟你買日本制的？那同理，既然你今天跟我講 Jackson 跟 Charvel 是同個公司，我為什麼要買日本制的 Charvel？ 我為什麼不買美國制的 Jackson？所以這個觀念慢慢的演變成，Charvel 就是 Jackson 的低階品牌的一個理論，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第二個問題是商標的問題。那日本 Kurosawa Gaki 他在1973年的時候就註冊了 Jackson 這個牌子 JXON， 所以它其實比 Charvel 還早。然後這個牌子本身是做木吉他的。那你可以想當然
就是1986年你 Jackson 的品牌想要進來日本，我就有一點頗有微詞了。所以那個時候就可能不了了之吧，這一塊沒有什麼文獻可以找到，也沒有後來人家寫的記錄。那只能說到了91年那個時候，他們試着想要在日本生產 Jackson 的吉他時，Kurosawa 就透過法律途徑確立了他們擁有了Jackson 的商標使用權。那所以呢，1994年你 Jackson要麼就是改名，不然就是離開日本。所以你如果逛日本樂器行，然後看到了90年代規格頭上寫着 Jackson logo 的 Jackson 的畫，那往往那些都是水貨，而且如果是美國字的話，還大有來頭的哦。那如果是日本字的，就是1994年以前的。那這一批大有來頭的美字 Jackson 呢，其實背後的故事就是Kurosawa 在取得了JAXON 這個商標之後，他就看着，反正你 Kiowa 秀凱就是不能賣你代理的 Jackson 啊，那我可以呀，所以我就搞了這麼一件事情出來。那這一來一回呢，其實1994年的時候 Kiowa 秀凱就有點沒有興趣繼續代理 Jackson 了，那反而是中信樂器還很有興趣，於是他們就透過 Akai 跟美方取得授權。哦，对，這個時候其實他們就已經開始在談一些收購的事宜了。那總之我不知道怎麼想的啦，就是 Akai 跟中信樂器他們居然想到在日本掛 Grover Jackson， 然後 Akai 負責從美國進口美國制的 Jackson Star 到日本。嘿，就是因為 Grover Jackson 這個人是美國人嘛，所以我不可能在沒有他授權或什麼的狀況下面制造美國制的 Grover Jackson 到日本。請問一下，你日本為什麼可以用 Grover Jackson 的名字？這是一個很大的謎團。差不多到了96、97年之後，其實 Grover Jackson 的產品線就開始有等級的劃分了。然後到了99年、2000年那個時候呢，一些比較高階的日本制 Grover Jackson 就改名成了 Jackson Star。然後到了2000年才全部改成 Jackson Star。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很多人會誤以為說，Jackson Star 的等級就是比 Grover Jackson 還高。對，那其實只是時代的錯位而已，然後配上當時美國制的 Jackson Star 的形象在那邊。好，然後在這邊補充一句，其實 Kiowa 秀凱它並沒有完全的淡出吉他的制造領域，它反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品牌，叫做 Caparison。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聊。好，然後時間到了2000年。Akai 的母公司破產重組 ，Jackson 在日本的進口業務就只能暫停了，品牌這邊也端上了交易桌。這個交易桌其實有點複雜，就是你會看到有2版資料，以日本版的資料來講是 Akai 賣給了 Fender， 那以美國這邊的大部分資料是 IMC 賣給了 Fender。那我的角度看，可能2個都對，因為他們2個應該是共同持有的。好，那這個時候呢，中信樂器並沒有放棄銷售 Jackson Star， 他們反而自己成立了銷售公司來處理日本相關的業務。但是因為他們沒有貿易的能力，所以就沒有引進美國制的 Jackson Star。所以用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制的 Jackson Star 會這麼稀有，原因就是因為它可能只有這短短的3-4年。這個期間，而且是供應給日本市場 only 的。好，那其實就跟我們前面 Fender Japan 篇有提到的一樣，就是Fender 在收購這些日本品牌之後，包含了 Fender Japan， 包含了 Jackson in Japan， 包含了Chaville in Japan 等等，還有 Gretsch， 對 Gretsch， 然後他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慢慢的去整合這些業務。那 Fender 的部分我們之前聊過。那本來在日本銷售 Jackson Star 的中信樂器就被 Fender 轉給了 Yamano 山野樂器，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可能07年這個時候，中信樂器又退回純粹的生產商了。再加上
這個時間，Kurosawa 的 Jackson 商標過期，結果2005年的時候搶注冊 Jackson 商標被法院駁回。於是呢 ，Fender 在2009年日本的 Jackson 有正式的恢復使用 Jackson 這個名稱，並且逐步的將生產重心轉移到了Fujigen。那我們的中信樂器就在2011年宣布破產。那在2012年，日本 Jackson 代理權正式交給了康达秀凱。所以康达秀凱就是一個日本妥妥的 FMIC 代言人，就這樣子。那我們的歷史就到這邊。然後其實眼前的這一支 Jackson 呢，它算是我不太陌生的一把琴，只是我覺得應該很少人有機會了解它的結構，所以才會讓我覺得要拍這一篇。可是當我在拍這一篇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需要先把 Jackson 的歷史補完，不然好像沒來由的猜一支 Jackson，你們會不知道我在幹嘛。這樣子好不好？容我分兩篇，對不起。我還是會想要把它的一些細節結構好好的跟你們分享一下，包含一些加工的精髓，因為中信樂器真的你現在也買不到了，人家已經破產了，值得介紹一篇。好啦，拜託，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如果故事聽得還喜歡的話，就請分享給你們朋友看，然後分享留言都能對我的影片有點幫助啦。那我們就這樣子，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